方晴，我之前已经饶过你了，你还变本加厉。五娘何罪之有？你竟然要卖她！只有无能的废物才会拿自家的夫人撒气。你别以为你勾搭上那个主簿，我便怕你了。如今你还不是只身一人沦落至此？我的人，我爱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，跟别人没关系。干什么？你起来！你起来！你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欢云楼开门做生意，如今是不收新人了吗？你的夫人可是良籍，当然是良籍，良籍不可买卖，点妻更是犯法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禽兽不如之人，多说无益，拖出去报官，别脏了欢云楼。是。哎，行，我不卖了，不卖了。多谢牡丹，谢谢，快起来！多谢贵人，多谢，多谢！干什么？我带她回家呀。五娘啊，你还一片痴心救人呢，可是人家能耐得很，哪需要你出手？别人管得了我卖人，管不了我教训婆娘。快随我回家去，到了家我定好好待你。走，五娘，走，五娘，走。等一下！五娘，跟着我，怕还会吃苦，但我向你保证，绝对没有人再敢欺女如你。你可愿意同我一起生活？你怎样才能放过他？给我10贯，我立刻写休书。好，我给你10贯，我要你写和离书。行。五娘，五娘，等着我。云店主，我将此玉抵给你，向你借10贯钱，利息按照你们的规矩收，可以吗？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，还有钱救别人？你之前不是说，此乃王母所赠，我到万不得已时，不忍离身，见谅了。你可当真想好了？这王晴就是个畜生，若是五娘被他带回去，定会被活活打死的。此玉是你母亲留给你的，不能当。此玉再珍贵，也没有人命重要。母亲在天之灵定不会怪我的。店主，我将此玉抵给你个人，等来日我赚完钱还是要赎回来的，可以吗？我愿借你钱帛，无需利息。店主仗义疏财，我感恩于心，但规矩不可坏。拿着。林店主，拿着。等等，你们的账算完了，云店主的账也该清一下了吧？欢云楼一花一草皆花了大价钱，外人闹事踩坏了东西，
云店主可别忘了让他赔偿啊。方才一时忙忘了，多谢郎君提醒。黄晴，你采回这株牡丹叫做朱颜，市场上卖一株少说要1000文，这个泽兰少说也要卖800文。这什么花值这么多钱？你休想蒙我！这些花何价？你去市场上一问便知，哪能蒙得了你？你就算是报官，也只会多不会少。这些彩绘之物算起来，至少也要20贯。你这里面都不够赔的，还缺10贯钱。林店主，剩余的钱你看看，要他如何赔偿？岂有此理！你们这是和我坑我的钱！这是你撒泼的地儿吗？既然没钱，没关系，打你1拳抵1贯，打够10贯，就算你赔完了。你们这是仗势欺人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气谁了？我皮焦肉嫩，打人这种事，段誉，是。啊？哎！川渝，你没吃饭吗？这拳力道也不够啊！芸娘怎么也学起她来，要当活菩萨？郎君可知，这便是女子间的道义和情谊。五娘，怎么样？我本还有些忧虑，但见你在这样的破败之所，人可以将日子过得很好，便什么都不怕了。人没有了自由，才是最可怕的。来，吃果子。五娘，你看，好美的落日啊！这么美的落日，照着琼楼玉宇的皇家士族，也照着破落残垣的平头百姓。这么看来，此时此刻的我们，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同啊。往日此时，我都在忙碌，从未想过抬头看一看。牡丹，你便如同这照亮我的余晖一般，你又何尝不是呢？你明明那么怕王琴，却一次次的提醒我离开。明知道助我逃跑会遭受毒打，可是你还是为我撑起了旧痛。五娘，你比你认为的还要勇敢，还要善良。就是因为你当初救了我，我今日才能救下你啊！不哭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
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你还没有告诉过我你的全名呢。自出生起，爷娘只唤我做五儿，我并没有一个正经名字。你能帮我取一个吗？好啊，今日是你的新生，应当起个好名字作为彩头。等我。我希望你可以万事胜意，一生无忧。不如就叫做胜。义，胜义，秦胜义，如何？我虽不识字，但万事胜意，秦胜义，我很喜欢。胜义，秦胜义，秦胜义，胜义，胜义。寻找活计这些日子，不是处处碰壁，就是遇到像王晴这样的歹人。若是我们想安身立命，就得自己当店主，这样才不会被克扣、被算计。我除了酿酒做菜一无所长，咱们还是女子，您行吗？小娘子看花吧，亭亭玉立的鲜花。我们再看看。那小周回来买上一盆。好嘞。看花了。你看，女子怎么了？他们男子能做的，我们亦能。你都不知道，王晴的酒肆都是靠着你忙前忙后，你太能干了。我也是啊，我有看家的本领，那便是养花。长安这么大，机会这么多，早晚咱们能闯出一番天地。不过眼下咱们一无所有，得多寻几份工，多赚些钱。待到10月，若是本金攒够了，可以采买一批牡丹种苗，到时候自己开铺子。那这几个月我应当学得会种花养花了。这家的紫色牡丹开得可真美，这是名品吗？龙眼紫，少说要卖1000文呢。这么贵？哎，咱们要不要问问他们是否招工啊？能把名品牡丹照料得如此之好，想必是不缺好花匠的。看看那家。也好看。咱们已经快把花市转遍了，你也夸了好几家的牡丹，但为何都不去自荐呀？你看人家把牡丹养得那么好，哪里还需要再招工啊？再看看。哎，去那家看看，见机行事。好。二位娘子，我这的花是整个花市最便宜的了，您二位来着了。可以看得出，多少钱一株啊？50文。50文？可你这花比旁人家的怎么小这么多？这花就是这种品种，娘子呢可以先买上几株，这含苞待放的，回去之后呢种在自家院中，等着它慢慢开花，这满园春色能赏一整季呢。你别哄我了，你这个是 M 丹吧？是 M 丹，茎矮根短的，肯定不好养活。这上面的花苞至少有1半都开不出来，即便侥幸开出了几朵，也都是像这样残败萎靡的。娘子既然这么懂，爷爷来这儿一问，恐怕不是买来自用吧？娘子这样，
如果您啊买的多，咱们这价钱好商量。我是开糕点铺的，想买一些便宜牡丹，借清香跟颜色。你这些花从哪儿挖的？若是我10日购一次，你供得上吗？供得上啊！我这些花啊是从京郊清凉山上采的，虽说离城中不远，但是呢，山里路啊崎岖陡峭，去那儿采摘的花农又少，只有我这一家啊采摘这个矮牡丹。二位娘子，要多少株啊？那我们回去商量一下。你这样，等我们商量好了以后再来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娘子记得一定上我这儿买啊！哎。刚才那家的花养得并不好，你为何不问他是否招工，反而套他的话，问花是从何处挖的？那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花商，多半是靠山吃饭的农户，挖到什么卖什么，不会一直经营此生意的。我本来想先攒够本钱，没有想到今日让我们遇到此良机。沈爷，这店主从今日起，咱们就得做起来了。这矮牡丹在此处不值50万，但是我有办法将其养得更好，卖得更贵。你看这花市中，除了他家，无人售卖此花，这不正给咱们大赚一笔的机会吗？啊，牡丹花天然长在山中，我们若去挖了卖钱，连本金都不需要。这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。没有那么简单的，此花花苞小巧不讨人喜，咱们得购置花肥，将花苞养大，让每个骨朵啊都开出花。寻常人家的院落不大，若是亲自种植，又麻烦还容易死。但是此花花根短小，正宜做成盆栽，这样既降了单价，又能省地方。好是好，可咱们连温饱都成问题，如何采买花肥花盆？要么还是先做几个月的工，先攒点本钱再说。矮牡丹的花期有限，这商机更是可遇不可求，若是错过了，就得等来年了。我想到了一条去财神爷家的路，倒可以一试。将军，我这里有一桩稳赚不赔的好买卖，要不要听一下？没兴趣。哎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，你看看嘛。出资100贯，2个月之后呢，这100贯就变成1000贯。若是把这生意做大了，这1000贯最后就变成一个个金饼了。画饼充饥这套我可不吃，先把欠我的19盆花拿来。若是把盆栽牡丹的生意做大了，日赚斗金，我也能尽快还上欠将军的那些花了。看看嘛。高谈阔论我也会，你这笔账只是空想，毫无依据。你还是换个人骗吧，恕不远送。没有骗人，将军再看，将军蒋财神，将军要不要再看一下呢？春雨也在啊。蒋小花，本官为你改名，就是希望你重新做人淳朴一点点，再造知恩不谢，还对恩人骗钱耍赖、榨干抹净，这可不行。我同仁宫一姐赚钱，就是正在报恩啊。您不能因为我欠着您的钱，就对我的手艺跟能力产生偏见吧？古语有云：“星火燎原”，多好的生意都需要本钱呀，是吧？您再看看，再看看。哎，真当这是自己家了，越发的无赖了。让一下，将军您忘了，当时咱们约定好了，今日我本来就是要照看这琼台玉露的。这几日雨水多，此屋呢通风不错，可是光照不足，不如将此花移到蒋府，找一个朝南的屋舍安置着，这样待你姨母前来的时候，就能看到此花盛开了。别人都是风流郎君、帆窗会佳人，你却是为了一株花，当真是个花痴啊！我帆窗为了花，亦为了他。这牡丹价高，能买得起的非富即贵，长安的寻常百姓家可没有买牡丹花的习惯。
川渝所说的正是低价牡丹的商机。这长安的百姓有谁不艳羡牡丹的华美啊？可是看得见买不起，更是无地栽种。而我要卖的这矮牡丹，长于荒野，植株精巧，若是做成物美价廉的盆栽，定是备受欢迎。如此成本低、利润高的天赐良机，将军忍心错过吗？牡丹可是有花期的，春日一过，你所谓的商机便没了。我正是要趁这个春日大赚一笔，攒些家底。至于花期嘛，40芳华取之不尽，牡丹下市了，我还可以卖别的花。将军，您见过我的手艺，我定不会让您亏本的。你这生意是怎么样？你就一双手，怎能料理得过来？何况，上哪儿寻这么多的矮牡丹呀？无论是10株、100株或是1000株，只要能够赚钱谋生，我一人可以当10人用。况且我现在还有帮手，而那野生的矮牡丹在清凉山上四处可寻。将军若是不信，明日我便可上山采花。清凉山险峻巍峨，你不会功夫的女流，上不去的。一座山而已，有什么上不去的？届时您看到了花，安下了心，咱们就将这生意的契约一签，击掌为誓，一言为定。